大家好，我是龚敏敏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之前我们成功的集成了 Trellis， 并且让性能达到了更优的程度，但 Mesh 姿态和纹理上有些问题，于是又拿出可微优化这个工具。第12期我就介绍过可微优化的原理，以及如何用它来优化 Mesh。对那部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过头去看。现在我们把后端换成了 Trellis，Mesh 本身的质量好得多了，不再是质量的瓶颈。但新的问题也浮现出来。Instant Mesh 要求输入图片有固定的视角，因此它能有个绝对坐标。Trellis 可以输入任意视角的图片，所以它只能有相对坐标。也有别人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之前有发现每次产生的角度有个区别，把顶点颜色加上，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。后来仔细辨认，发现其实 Mesh 是对的，也就是 Trellis 在第一步产生的结构基本每次都一样。然而第二步加上表面细节，就有可能出现角度偏差，所以就成了这样。这个目前还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期望大部分时候会对，就用这样的顶点颜色凑合，不然又回到需要深度才能优化的那条老路上。主要是 Trellis 的多视角是很晚才临时加上的，不是从设计初期就考虑的，还不完善。把这个 Mesh 投回照片的空间，可以看到其实差距很大的，不但角度不对，大小也不对，这样通过投射产生的纹理就会出现较大的误差。这时候可微渲染就派上用场了，用带有顶点颜色的 Mesh 变换矩阵和图片拿去优化，但这次不是优化 Mesh， 而是优化变换矩阵，让 Mesh 和图片能对齐起来，来缩小纹理投射的错位。注意这里的 Mesh 来自于简化之前的，简化后顶点颜色会变得模糊，以至于比较不够精确，优化效果下降。有了之前的基础，这次比较顺利。矩阵的形式有限制，不要直接优化它，而是把它看成线性的放缩、旋转、平移的组合，它们分别用 3D 向量、4元素、3D 向量来表示。这里可微渲染的 graph 可以写成这样，这三个分别转成矩阵，乘在一起成为 model matrix， 拿去把 Mesh 渲染到图片，和照片比较，得到 loss， 梯度往回一路传到放缩、旋转、平移，完成闭环。经过一定次数的迭代，就让 Mesh 和图片的差距缩小到足够的程度。这流程看起来虽然简单，但还是有些坑的。其中把我办了几个小时的问题是保持梯度流动。全程的 tensor 都要有梯度，如果在某一步从 PyTorch 的 tensor 转成 NumPy 的 array 再转回去，就会失去梯度。即便程序能跑，梯度的传递也会在某个地方中断。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是在优化某个 tensor， 而不是希望它优化的 tensor。NVDiffRes 的粒子代码到处是坑，要特别注意。现在来看看结果，经过2000次迭代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变换矩阵。因为 Mesh 和照片贴合的比较好，纹理投射也好得多。这样的迭代花了大约26秒。之前提到的 Trellis 3大问题的第2个就此解决，纹理投影的错位基本消除了。第3个问题其实也解决了，因为随机种子带来的形状不确定性会在优化的过程中拉平。好，有了这个就能更进一步。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去掉 MVS 这一步。他花了13秒去重建点云，目的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点云的 OBB。之前说过，这个 OBB 有2个用处，第一是提供一个上方向，用来把图片转正给 Trellis 用；第二是从 OBB 得到粗糙的变换矩阵，在 Mesh 空间和 SFM 空间之间变换，给投射纹理用。我们现在优化的正是这个变换矩阵。既然有能力自动优化，我们其实也用不着以粗糙的变换矩阵作为起点了。那我们就来试试如何猜测一个起点。这个起点也是有放缩、旋转、平移，它们可以是随机的值。很多可微渲染都是这么初始化的，但其实这样不好，只是在瞎估计。对起点的要求是，必须在尽可能多的视角下可见。如果根本不在视野内，那怎么优化也优化不出来了。做过线性系统的朋友都知道，初始值还会影响到迭代次数。如果初始值太离谱，就需要更多次迭代才能收敛，也就是更慢。这里也一样，我现在的方法是
把 SFM 的点云投回每个视角，在 mask 里的点挑出来，求个平均，把这个作为初始的平移，因为无论如何它都是在视野里的。给 mesh 求个 OBB， 转成垂直的，作为初始的旋转。OBB 大小调整成可放入 mask 所在区域的，作为初始的放缩。把这些初始值拿去优化，一开始是这样的，和照片差距较大，经过2000次迭代，大约20秒，我们得到了比较好的变换矩阵。换句话说，不再需要 MBS 的变换矩阵来协助纹理投射了。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 MBS 只剩下提供转正图片需要的上方向一个作用，那就顺手把它解决掉得了。这里的方法很简单，但是有个假设，假设要扫描的物体是放在一个平面上。这个假设不算强烈了，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是这样。基于这个假设，又因为我们有物体的 mask， 就能在 mask 下端扩展出一个区域，把 SFM 在这个区域里的 feature point 选出来。每个视角都得到这些 feature point 之后，就能通过它们的坐标拟合出一个平面。这个平面的朝向就是 up vector， 可以认为这是个绝对坐标系的上方向。目前的 SFM 没用上感应器的信息，因此建立不了绝对坐标系。这组数据产生的上方向其实是个斜的。现在通过假设有了个绝对的上方向，转正图片也比原先更正了一点点。同时这个上方向也可以用在为可微优化提供初始旋转。因此 MBS 整块终于可以去掉了，流水线再次得到简化。OpenMBS 这个 AGPL 协议的组件也不再需要，执行过程中的数据都保持在内存里，不必通过文件来交换。它依赖的一大串库都可以去掉了。前不久还在考虑如何把点云变得更密，以重建出更好的初始 mesh， 现在就变成不需要初始 mesh 了。这个流水线需要87秒 ，mesh 比换成 trellis 之前强多了。当然，可微优化不是就此完全解决了 ，NVDiff-Rest 还有一堆的问题。首先就是显存占用，优化的过程中需要大概 15G 的显存，超过了我显卡的 12G， 以至于有些需要放在主存，速度因此变得慢了很多。刚才说的2000次迭代花费20秒，估计大部分其实花在倒腾数据上了。但真的需要那么多显存吗？本质原因是 NVDiff-Rest 里的光栅化不支持 Viewport， 以至于得渲染全图，然后切出物体的区域用，剩下的扔掉，这不浪费吗？如果只渲染一小块区域，不至于用那么多显存。第二就是对 CUDA 的依赖。NVDiff-Rest 是 research code， 没有模块化的概念，代码之间的耦合度超高。虽然有2个插件，一个用 OpenGL 的硬件光栅化，一个用 CUDA 的软件光栅化，但是 OpenGL 的那个真的只有光栅化而已，无法独立工作。差值、抗锯齿之类的操作仍然在另一个插件里。也因为这样，现在就必须安装 CUDA Toolkit 才能编译，这给 CI 带来不少麻烦，编译速度也下降了很多，甚至大部分情况下会超出 CI 的时间限制。最后就是 NVDiff-Rest 的许可证，这是个死规则，以前说过这个了，就不再重复，肯定是要弃用的。必须自己在不参考它代码的情况下写一个可微渲染器，其实这样更好，它连 Python 的粒子代码都有那么多毛病，更不用说 C++ 和 CUDA 的核心代码质量有多差。既然如此，下期我们就来实现个可微渲染器的极致经典版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I'm so happy, 'cause today I found my friends.